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美国打算砸烂俄罗斯，外媒评论呢，这更像是砸烂了美国自己。随着乌克兰冲突的旷日持久，美国内部呢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美国支持这场战争看起来是要摧毁俄罗斯，但实际上摧毁的是北约和美国自己的领导地位。2月13号呢，美国《亚洲时报》发表评论文章，题目是“砸烂俄罗斯吗？更像是砸烂了美国自己”。这篇文章说，美国的决策者制定的战略似乎不像是运用国家权力的现实的尝试，更像是在酒精的严重影响下，在风险游戏中构想出来的。这句话就是说，美国现在采取的措施就像醉酒以后所想的一些办法。回顾历史，北约的成立呢，就是因为美国和英国执意要发动冷战，非要把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的阵营当作对手。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1946年3月5号在美国富尔顿城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的反苏联反共产主义的铁幕演说，是标志性的事件，这正式的拉开了美苏冷战的序幕。北约1949年4月4号正式成立，而苏联牵头搞的华约组织是在6年之后的1955年5月14号才成立。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美英制造出苏联这么一个对手的话，那北约的成立是没有任何合法性的。冷战结束，苏联解体，按理北约不应该再维持下去了。但是这么好的打手，美国怎么舍得放弃呢？几乎是立刻就发动了海湾战争，给北约的这个军事机器找活干。对欧洲国家来说呢，最可悲的是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美国人之所以发动这场战争，隐藏在背后的目的就是要打垮做空刚刚发行的欧元，以防止其对美元的全球结算体系构成威胁。而欧洲的北约国家还积极参战，忙得不亦乐乎，这是典型的被人卖了，自己还帮着卖，帮着收钱。历史上呢，沙皇俄国曾经被称为欧洲的宪兵，非常喜欢武力干涉欧洲各国，留下了无数的污点。可是今天的俄罗斯如果没有北约的步步紧逼，是不会采取扩张政策的，因为俄罗斯已经没有那个实力了。苏联解体以后的俄罗斯陷入了严重的困难，为了维持经济，俄罗斯把出口的重点呢放在了自己的优势产业石油天然气。经过多年的努力，在俄罗斯和欧洲之间铺设了为数不少的天然气的管道，俄罗斯石油出口也成了欧洲经济的命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双方的合作再这样持续下去，北约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合法性将再度受到质疑。于是美国就驱动着北约不断地向东扩张，直到俄罗斯被迫发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冲突爆发以后呢，美国为了彻底断绝欧洲与俄罗斯的关系，悍然炸毁了北溪天然气管道。美国的调查记者西摩赫什2月8号发表长达5000多字的重磅报道，详细地阐述了美国国安部门是如何策划，拜登亲自下令，美国海军实施，挪威军方配合，最终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的整个过程。看得出来，美国作恶多端呢，连自己的公民都看不下去了。欧洲对于美国的不满情绪正在积累。美国故意制造了俄乌冲突，却没有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怎么安排这场战争的结局？怎么安排俄罗斯的命运？拜登政府没有完整的解决方案，仅仅是提出了让普京下台这么一个口号。这甚至还不如2003年发起的伊拉克战争。那场战争，美国一开始就选定了代理人埃哈迈德·查拉比。欧洲政治家认为这简直是开玩笑。大家都很清楚，要想结束战争，重新建立秩序，需要一个完整的方案的，然后不断的调整，耐心细致的执行，才有可能实现。可现在的美国呢，似乎就是想让俄罗斯、乌克兰以及整个欧洲长期陷入动荡。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要是指望北约能够继续团结一致，那就是低估了欧洲政治领导人的智商。俄罗斯被彻底摧毁，或者是严重的削弱，不再成为欧洲的威胁，北约还有存在下去的必要吗？所以要是想当国际领袖，成为照亮全人类的灯塔，就必须有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远大情怀。如果像美国这样不断的制造威胁，用恐惧和冲突打一派拉一派，不断的收割别人的财富，他还有资格和德性
领导全世界吗？好，这期话题我们说到这里。